司令汇报，你们接着睡。好。又见面了，给你个机会，让我们看看传说中的面具侠到底是人是鬼。把他的枪下了。你不是挺能打吗？来，打我呀，打我呀！龙子，身手不错呀。别急，咱们还有2场嘛，看看谁帮你挑。谁啊？滚！
赶快走啊！我们中计了，罗松不在监狱。出埋伏了，快撤！快撤呀！快走，我快不行了。不行，要走一起走，一起走。快走，赶快通知其他同志撤离。快走！醒醒！有没有见过风灾啊？面具侠，面具侠！哎，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哎，人怎么没了？人呢？师傅，师傅，给我来一拳！啊？越狠越好。快点，别！出来！出来！快点！别！快点！
我们不进去吗？不进去，咱们在门口，没什么事就撤。回去吧。看看，没什么事儿就回去。よし、石川先生にふさわしい連れてけ。怎么就这几个人啊？其他人呢？哎，我问你话呢。龙队长，他们还得送回医院吧？还有几个人，我们再等一下。动手吧！哎，等一下！你们要干什么？让开！冯司令说过，要优待俘虏。你要是再不让开，就别怪我不客气。战俘不能杀，你不懂吗？冯处长，您还是让开吧。你真的不需要吗？吃下去，吃下去，你就不痛苦了。彼女に幽霊1号。分量は周回量の最大限
産女資料によると彼女はコンフに感応し体健全のため薬を飲ませた後大量な心筋剤を注薬べき薬物反応が強いほど防ぐためはい。让他们让开！どけ。他们都已经服了药了，就算出去也是废人一个。里面的犯人暴动了，你们赶紧支援！给我进去！快快，都进去！都进去！快点，快点！你怎么回来了？进去啊！哎呀，哎呦，哎呦，我肚子疼。有纸吧？你快去吧。和心脏，打其他地方没用。他的痛觉中枢跟他的神经通路已经被破坏了，感觉不到疼痛，必须打死他才行。
这个山脚上。走。先生，先生，先生，安定性どうすれば安定性高められるの？先生、行きましょうよ。サンプルが上がれた。行かないと危ないから。1号データを持ってきなさい。先生、行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知道。先去拿资料。方圆30里，给我搜！是，报告。终于甩掉那些猪尾巴了，看样子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你怎么会？望着水寒冰远去的背影，丰泽耀终于松了口气。利用那只指南针，水寒冰便可安全回到丰家。此时的丰泽耀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使命感，
他戴上面具，成为面具侠，是为了保护水寒冰，并助他实现理想。今晚，他终于做到了。但丰泽耀很清醒，经过这一仗，敌人那边也必定加强防范，今后的对决会更加凶险。可不论如何，他下定决心，一定会陪在水寒冰身边，直到将日本人的阴谋彻底粉碎。对于这晚发生的一切，龙佐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他努力回忆，仔细梳理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幕幕画面。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木头计划只有冯国辉、川岛英子以及自己在内的极少数人知道。难道是内鬼？结合今天面具侠劫走战俘的情形，再与奉天面具侠掩护同伴的情形联系起来，龙索不得不再次对某两人产生怀疑。报告队长，方圆30里都已经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滚！都安全了吗？你去哪儿了？我在外边看着战俘呢，我又不会杀人，你让我进来挨枪子啊？那战俘呢？全都跑了，你们这里边又是枪又是炮的，都吓得四散而逃。我一个人哪够啊？都没抓回来。龙佐，这么大个事儿，冯司令非弄死咱俩不行。我说，要不咱们就汇报，就说这帮战俘全都死了。石川教授，你还记得袭击你那两个人长什么样吗？安定性。ポイントは安定性。合成比率をちゃんと調整したのに、一体どこに問題あったのかね。安定性。ポイントはやっぱり安定性だな。完了，吓傻了！龙佐，你赶紧想想怎么跟冯司令还有川岛阁家汇报这件事儿吧。你真想让你脑袋上多一个大窟窿？半天，一把火都烧灭，绝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标本全死光了。石川教授需要新的实验室，什么时候？越快越好，隐秘、安全。这我知道。关键是，你们研制的这个“幽灵1号”药效到底如何？标本为什么全部暴动，死的一个不剩？还剩下一个。剩下了一个，老子花了这么多银子，这剩下一个。龙索呢？他不是负责这次押运吗？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老子一枪毙了他。我让他护送石川教授和标本先行离开了。龙索固然有责任，可罪魁祸首却不是他。暴动恰恰证明了标本战斗力的强大，这是石川教授的成功，也是幽灵计划的成功。不管怎么着，你倒是有话说呀。药物的研制难免会有牺牲，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不过司令放心，下一步石川教授会继续加强药物的稳定性，司令的光复大计指日可待。最好如此。替他人做嫁衣的事情，我冯豹子从来没干过。眼睛弯一些，
鼻子挺点儿，嘴巴抿着。好了，就这样。你确定这就是冒充033号木头的闯入者？是，我确定是他。药，快把药给我，快给我药！快给我药！是时候跟他算一笔总账。金雪瑶，千真万确，金雪瑶就是水寒冰，是革命党。上次在丰满堂购药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他的动静不对，他的目标似乎一直都在石川教授的身上。他有可能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实验了，他不惜让史如烟活活送死都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说不定就是为了寻找实验的相关证据。冯司令，这一次我们必须将他拿下，请您立刻派兵同我前去抓捕。你立刻带人去。啊，甭给我惹祸，对他客气点。知道了。金雪瑶，出来！龙队长，直接冲进去。哇！哟，这玩什么呢？这么多人呢！哎，你们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对一个 lady 一定要客气一点，别吓那个啊！这干什么呀？这是？雪瑶小姐，你来看看这张画像，画的像谁呀？哎，这画的不是我媳妇儿吗？啊，川岛阁下，你们为我媳妇儿做了一幅画，这也太像了，简直传神！与其说是这画画的传神，倒不如说是雪瑶小姐你演的入神。你在我眼皮子底下耍把式，偷天换日，雪瑶小姐，你这戏演的也太过火了点儿。川岛阁下，您这中文学的也太不地道了。哎，说了这么半天，我愣是没听懂啊。拿着。我换句更简单一点的说吧，昨天傍晚到子时，你人在哪里？我在屋里啊。不对吧，雪瑶小姐？我看你应该是在和平医院。那是你认为的，实际上我就在屋里，我在默戏呢，困了就睡了。哎，是你们来的时候才把我吵醒的。你们这大晚上来是没事找事儿吧？撒谎！对，雪瑶小姐，昨天晚上你一直没有在房间里。雨晴，你想好了再说话。他说的没错，金雪瑶确实不在房间。那个好玩了。昨天在和平医院门口，我俩遇见了。然后相公就带着你进去，结果你一个晚上都没回来。夜里我还让雨晴去给你送参茶，你还是没有回来。说什么默戏的鬼话，唬谁呀？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雪瑶小姐，侄媳妇儿，我就奇怪了，自从我进了封家，你就天天跟我作对。哎，
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呀？就算你要除掉我这个眼中钉，也不用演这么烂的一出吧？分明是你在说假话，我们家小姐说的句句属实，我都可以作证。废话，你不帮她能帮我呀？对了，雨晴，你好像是有前科的，你凭什么作证啊？雪瑶小姐，我看你还是跟我走一趟吧。只要你能够跟我说清楚昨天傍晚你在干些什么，我保证对你以礼相待。可是你要是说不出来个因为所以，那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我的这番中国话你听明白了吗？带走。等等。哎呀，媳妇儿，他知道什么情况了？我们俩的事儿是瞒不住了，就招了吧。闭嘴！川岛阁下和雪瑶小姐的事情，你没有资格掺和。你们站着。爹，娘，孩儿不孝，孩儿干了有辱门楣的事儿，差点害了雪瑶小姐，都是我的错。其实，昨天雪瑶小姐从下午到晚上，确实不在屋里。我给她下了迷魂药，她一直就睡在我和平医院的办公室里。她躺在床上，我搂着她，我。你个败家的玩意儿！我操！老爷，这个败家子你！这下真好玩了。现在让你闭嘴！你给他下迷药干嘛呀？那能干什么呀？干什么了？没来得及干什么。哎，我不是跟龙队长去运押战俘了吗？后来监狱里还暴动了，这龙队长都知道啊。再后来我就……你什么？我又回到了和平医院，去看看他，他还昏迷着呢。那天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是，龙队长，当时您不是在气头上吗？我哪敢说实话？你看，就我这个怂样，我上街上去追革命党都差点摔死，那亡命暴徒我怎么敢追呢？哎，我爹是最了解我的，我这一辈子把心思都花在女人身上。丢人！同道中人，司令也经常说我呀，这辈子心思都花在女人身上了。给我管好你的嘴！那么，风少爷，你怎么确定你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雪瑶小姐还在昏迷着呢？对啊。那我就好奇了，你给她用的是什么药啊？能够昏迷那么长的时间？啊，我这个药可厉害了，要不您试试？没事儿。所以呢，一个被迷昏的女人，怎么可能是你们要找的人呢？小姐，混蛋！你还不快把你的媳妇儿追回来？爹，我媳妇儿不是在这儿吗？行了，我要睡觉。川岛阁下，看来又让二位白跑一趟了。后会有期，风少爷。不送。把地下那个王八蛋给我拖走。
当丰泽要告诉你他失踪的那几个钟头是去追战俘的时候，你有问过他追踪的路线和去过的地方吗？我当时的情况很混乱。一个聪明人的漏洞往往只有一瞬间，你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他的漏洞，穷追猛打，等你再想问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该如何弥补。那现在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白白错失这个指认金雪瑶的良机吗？04号标本已经完全受到药物控制，绝对不会撒谎的。所以说，潜进牢房的人一定是金雪瑶，或者说，是化身为金雪瑶的水寒冰。所以撒谎的是丰泽耀。他应该在到达实验基地之前就已经知道雪瑶潜进了战俘中，所以才会执意跟过去。等到标本暴动的时候，趁机化身为面具侠，返回实验基地救走了金雪瑶。然后他连续撒了2个谎，目的就是为了跟金雪瑶脱身。所以丰泽耀就是面具侠，而金雪瑶就是水寒冰。这是我们的推测。要想证明这2点，必须要找到更加直接的证据，比如说那个被调包的033号标本林如燕，又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他们身边的人找出他们身份的漏洞。身边的人，你可以想想看，丰泽耀今晚此举，谁最受伤？明白了。姐，买酒去。小姐，你别喝了，你再这么喝下去，明天会更难受的。你也不听我的话了是吗？雨晴，我想喝酒。啊，好吧。丰泽耀，你看你把我变成什么样，你都不会担心我，都没有想过要出来找我。相公，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今天任务搞砸了，被我爹骂了，是不是？旺！你是不是这样摇着尾巴让我爹原谅你？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杯酒，我请你。同是天涯沦落人。谁跟你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冯玉玲，冯国辉的女儿，冯家少奶奶。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卖友求荣的3姓家奴，你是我爹养在身边的一条狗。怎么了？今天在封家没讨着便宜，想在我这儿讨着，是吧？不是，封少奶奶，我就是看不惯封少爷欺负你。欺负我怎么了？欺负我他也是我相公，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龙锁，你想挑拨我和我相公的关系，想落着好，做。不服气是吧？不服气你倒是争点气啊！为什么要加入辫子军？因为你害怕，你怕死。龙锁，我告诉你，
这辈子你就是奴才的命，永远被我爹踩在脚底下。放开！放开！懦夫、无耻、没用的东西。今天晚上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听到没有？小姐，龙锁他这么对你，你都能原谅他，你不会是喜欢他吧？放屁！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死！哼！我是怕相公听到什么风声，我不想给他任何休了我的机会。我宣布一件事情。昨晚我彻夜未眠，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冯家的家训是讲究规矩，重视德行。我本以为我教养的儿子定会是一个践行家训的人，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年来他是越来越发糊涂，做了许多出格乃至辱门楣的事情。昨日他竟冒着天大的胆子，对雪瑶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为人之父，我深感汗颜，丢人，丢人！把我老朽的脸我都丢尽了。为了弥补雪瑶小姐的损失，今晨我跟夫人商量，我决定由犬子丰泽耀娶雪瑶小姐为妻，与玉玲二妻并重。真的吗，爹？你同意我娶雪瑶了？太好了！风老板，我没损失什么，不用他负责任。雪瑶小姐，对不住你了啊！我知道你一直对犬子怀有怨怼，但是眼下要保住名节为上。等你们结婚以后，慢慢再收拾他。风老板，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不必了呀？昨天不是他把你迷晕了吗？丰泽耀，你倒是说句话呀！爹，迎娶雪瑶，我肯定是100个愿意。丰泽耀，丰泽耀，你给我听好了，我冯玉玲既然进了封家，就没打算出去，更不会让任何一个女人进来。所以你少拿那些话来激我。我冯玉玲这辈子跟你，还有你，死磕到底。都怪那个丰泽耀，说什么给我下了迷魂药，跟我有了肌肤之亲。丰老爷是个守旧之人，偏要让他娶我，我也没有办法，已经给金王爷去了信，让金王爷出面拒绝他。丰泽耀口不择言，固然讨厌，可也多亏了他这番话，才打发掉了川岛英子和龙锁。他为什么要帮你？说实话，我也很纳闷儿。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把我当成水寒冰了，他要英雄救美。那你想过没有，那段时间他究竟干嘛去了？按他所说，他去追战俘了。
他已经被他另外一个谎言给推翻了，所以那个理由可能是真的，可能真的是假的。那依您所看，他去干什么了呢？上一次你去奉天，他也去了。这一次又帮你做时间上的证人。面具侠曾经说过，他是为了一个女人才戴上面具的。水寒冰这个女人，同样也是丰泽耀心头永远的伤。这些，也不单单是把这些组合起来看。我不敢肯定地说，丰泽耀那天究竟干嘛去了，但是我总觉得丰泽耀不像他表现的那么简单，你要留意他。韩明，还有，林科那边就实验基地的实验情况写一份详细报告上来，包括地理位置、规模、内部设施，还有实验进程。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但是具体位置，那天我去的时候被蒙上了眼睛，回来的时候是天黑，还有人在追踪，一路上跌跌撞撞的，恐怕现在回忆起来。我明白，就些你记得的，剩下的慢慢补充，尽力而为嘛。好。告诉你们，雪瑶小姐得了花柳病。花柳病知不知道？都知道吧？对，是很脏很脏的，会传染，还会死人的。所以等一会儿她来了，真的要跑远一点啊，知不知道？哎，大家忙着呢。哎，都躲着我干什么？哎，跑着吧，怕我会不会死啊？你这是干什么你啊？雪瑶小姐，您呐还是求求老爷去吧。老爷医术精湛呐，也许他能把你的花柳病治好，那也说不定的。什么花柳病啊？谁有花柳病？不说你有花柳病吗？谁说我有花柳病？怎么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这来来去去都蒙着眼罩呢。那怎么办呀？如果不能重返实验基地，找到实验资料，公布证据的话，就没有办法戳穿川岛英子和冯司令的阴谋。你别着急，你让我再想想吧。是爱情。这茶是少奶奶让送的，少奶奶人其实不错的。哦，放这儿了，你走。我记得那天是从和平医院门口出发的，走的时候大概是下午4点半的时间。到了之后天已经黑了。少爷，这是少奶奶亲手栽培的君子兰，放您这儿了。放我这儿干什么呀？见花如见人，放您这儿啊，你就多看少奶奶一眼。少奶奶人呀特别好。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你到那儿时已经天黑了。哦，对。天黑之后，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上泉又出现了。如果按这样来推算的话，我到达那个地点，应该是傍晚6点钟左右。也就是说，从和平医院到实验基地的路程差不多是1个半小时。如果卡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来计算的话，那么
少爷，吃饭了。这是不是少奶奶让送的？是。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些都给你，你台词最多，今天表现特别好，谢谢少奶奶打赏。祝少爷少奶奶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从今天起啊，你们每个人都去丰泽耀的房间说一句我的好话，我就不信了。哼，还不能给他洗脑，还得去狐狸精补课。相哥，你终于肯来找我了。都站着干什么？没活干啊？冯玉玲，你无聊不无聊？啊？非要把下人们也扯进来吗？他们每天出出进进，在我面前我很烦，你知道吗？我有很多重要事要做的。重要的事儿啊？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计划着把你个姑娘再迷晕是不是？我要你管啊！你吼我！我告诉你，我风铃不是从小在让人吼大的。你冯玉玲，又来一个！雨晴，这是什么？小姐，这好像是厨房的馊水。你不是爱往别人身上泼馊水吗？今天我也让你感受一下被泼馊水的滋味。怎么着？不好受，想哭吧？那就给我长点记性。还有你，别以为本姑娘天天笑呵呵的就好欺负，以后再让我发现你们乱嚼舌根，满清10大酷刑伺候，不信你们就试试。媳妇儿，这日子没法过了。川岛阁下，我查过了，暂时还没有林如烟的下落。他们比我想象的快。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新的实验基地正在改建，在此之前，咱们必须尽快找到证据，证实雪瑶的身份，并且揪出那个如影随形的面具侠，彻底解除后顾之忧。那我派人去跟踪冯子耀和金雪瑶。要想让他们露出马脚，派人跟踪是没有用的。你要让他们窝里斗，自乱阵脚，这样我们才有机可乘啊。龙所愿听川岛阁下差遣。今天晚上让他们过来一趟。是。经过苗河谷的提点，静下心来的水寒冰兀自泛着嘀咕：那个身手矫健、英勇不凡，每当危难关头必定出手相助的面具侠，怎么能跟丰泽耀这个孱弱少爷相提并论？但似乎又有什么不对。那天晚上，面具侠离开他后，留下了一枚指南针。这东西在滨江县普通人手上并不多见，倒是丰泽耀确实常爱捯饬这类机械物品。难道真的是他？丰泽耀的当众胡言，究竟是痴情男子的英雄救美，还是知晓一切的面具侠在为自己做掩护？水寒冰疑惑了。